哇，还真是一眨眼的功夫，我们就从月球回来了。这里是海渊城。原来如此，海渊城是前文明技术中心木大陆的遗迹，西门会把我们送来这里，倒也在情理之中。新亚特拉，还真是这个意思啊。这里曾经属于一座名叫亚特拉的城市，想必是由于这个原因，由西门连接的月球另一端才会叫做新亚特拉。不过，这里现在是马里亚纳海沟的最深处，如果我们计划前往地球上的其他地方，就必须多费一些心思了。是啊，如果这里的维度也像月球上那样被圣痕计划搅得一团糟，控制律者的全能就很难施展了。布尔尼亚，我们现在身处的位置就是当时海源之眼的所在地吗？从前这里直接连通着量子之海，在环境上也受到了量子之海的很多影响。不过现在现在这里几乎感受不到来自量子之海的额外力量。在逆商刚刚关闭海渊之眼的时候，情况还不是这样。果然，圣痕计划看来还是影响到了这里。只是因为有量子之海的力量在平衡这种影响，所以海渊城还能像这样保持现状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不加任何干预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座海渊城最终也会被圣痕计划纳入其中吧。根据我们之前获得的种种情报，圣痕计划的确试图将整个地球改写为某种意义上的梦境，虽然我们还无从得知这种说法的具体意义。我们还是先彻底调查一遍这座海渊城吧。无论是和过去保持一致的地方，还是有所改变的异状，都会是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的宝贵经验。是啊，至少根据幽兰戴尔的说法，现在的地球很可能已经不是我们曾经记得的那种样子了。我们可以说有7个人，从这里上去之后，要先分头调查，摸清整个区域的各种情况吗？这样当然更有效率，而且这座海渊城的面积不算很大，一旦碰到什么问题，大家互相支援也比较方便。那么，就按 Kiana 和牙医一队，班长和时之律者一队，希尔和博罗尼亚一队，这样来分配如何？ Kiana 这一队可以着手调查附近空间的性质，以及寻找联络外部的手段。班长这一队或许有办法监测圣痕计划对普通人类对世界的影响程度，而希尔和布罗尼亚更熟悉过去的海渊城，适合去寻找逆商曾经留在这里的各种资源。的确，这样分工比较合理。那我们这就分头开始行动。我和牙医应该会先留在这里，从我们初来乍到的位置逐步探测各处空间的性质。这样做比较稳妥。使之律者说，虽然这里已经是6000多米的深海之下，但他还是希望找一个相对较高的位置，以便甄别到更多的蛛丝马迹。布罗尼亚姐姐，如果要寻找物资，我们要先去之前休伯利安停靠过的地方看看吗？好呀，如果布罗尼亚没记错，当时为了进行向量子之海中转移崩坏能的实验，爱因斯坦博士他们在那里储存了各种各样的工具。不过，虽说海渊城乍看起来比较安全，但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。毕竟，世界蛇过去也在这里大闹过一场。Kiana 和牙医也要保持警惕。明白。需要联络的时候，我们就利用时之律者之前构筑好的意识网络吧。
没什么，只是石之律者说……好了好了，你这个老古董也不用什么话都装给他们听吧。总之，你们要记得，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来自伟大的石之律者女士给你们带来的好处。我本人一不图名，二不图利，但你们要记得，我给你们的好处，那是别人想给也给不了的，懂了吗？谢谢你，石之律者女士。好了，小石，现在也不是贫嘴的时候。既然大家的分工已经比较明确，我们还是像 Kiana 说的那样，尽快行动起来吧。所以 ，Kiana， 你从这里能感知到什么吗？很难说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隐约能感知到一处类似圣弗雷亚的空间，但除此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圣弗雷亚，很奇怪，对吧？但那应该不是幻觉，虽然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。虽然有些在意他们的进展，但即使留在这里，布罗尼亚好像也很难帮上忙。还是按原计划继续行动吧。中招小兔 ，A 级部署。中招小兔，激活火力掩护。决策失误。重构武装，启用手动驾驶，激发保险，立即解除。战术变更，特殊维度展开。怎么了，希尔？我在想，凯文，他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呢？的确，对你们来说，他几乎只露出过敌人这一副面孔。我听说，希尔在量子之海里遇到他的时候，他还神神叨叨的装成了一条大蛇的样子。那是末法界崩坏兽梵天的化身之一，名为库库尔坎，与特拉洛克和科亚特尔一样，都是奇美拉计划的中间产物，更加适应量子之海的特化存在。特拉洛克是布罗尼亚消灭的那个大骷髅吧？所以他那时大概只是选择了一个看起来相对正常的化身而已。嗨，我就知道你这个老古董又要开始说其他老古董的好话了。要我说呀，你们要是有我这样开门见山的表达能力，事情怎么会落到今天的地步？考验也好，责任也罢，同为前文明的先行者，千万年间有什么不能坐下来聊的？一次谈不拢还可以谈2次、3次吗？哎，凯文他也是应该多来咱神州坐坐，感受一下什么叫以和为贵。这应该也不是喝茶就能解决的问题吧？但漫长的时光也的确容易让人失去基本的沟通能力。比如说，当年从避难所苏醒之后，凯文、苏还有我是保持着固定的交流的，但慢慢的这种交流就变成了数个月一次，1年一次，直到10年一次。可是为什么会这样？
因为时间实在是太漫长了，在数百、数千年间，总有些意外事件会打破人为制定的规则。在这种时候，我们往往会发现，过去制定的规则似乎只是繁文缛节而已。可如果把太多的事情看成繁文缛节，最后的结果，正如你们所见。布罗尼亚在太虚山时也见过吧？这个老古董，大孩子都不知道要和他们一起玩。唉，原来如此。布罗尼亚倒是突然明白了，为何岁数相差如此之多，班长却还是会像我们一样，看重自己在圣弗雷亚的经历。毕竟这数百年来，圣弗雷亚是唯一一个能够让我感受到自己的时间在正常流逝的地方。应该说你不愧是个老古董吗？一般人都是尽力想让自己的时间停在某时某刻吧。人们的确会有那样的愿望，但也只有在时间流逝的时候，人才能意识到自己还活着。跨越一个又一个的故事，经历一个又一个的结局，并不断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可能。这听上去很矛盾，但矛盾也正是人之为人的底色。行了，我们本来不是在聊凯文吗？怎么说着说着就变成理智律者的时间了？在过去的千万年间，我们先行者都认为自己在承担矛盾，但这种行为本身也会像现在的凯文一样，为世界制造出新的矛盾。当然，谁都不希望自己被忠言无情毁灭，可正因如此，凯文他才更加对圣痕计划感到绝望。绝望？这倒未必吧。他的那种态度，与其说是绝望，不如说是把希望寄托在了你们这些人的身上。如果他在你们身上最终发现了自己期待已久的某些东西，到那个时候，他应该就会全力以赴的和你们杀个你死我活了吧？是之律者，你确定自己没有把话说反吗？他没有，而且他的回答正好恰如其分地回答了一开始的那个问题：凯文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？苏、华，接下来的事我就托付给你们了。在我们酿成恶果之前，这是最后的机会。我必须为此把自己的生命压进枪膛。凯文，你想要我们也做到同样的事，对吧？